我们今天来到了鹿竹夜市。听说呢，鹿竹夜市呢是北高雄人最推荐的夜市。我们两个在高雄这么久了，都还没有逛过这个夜市，真没逛过。而且它是每周3、5、6才开的夜市。我们今天呢是礼拜3来，我想带大家看一下礼拜3的鹿竹夜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 go go。好，肚子饿喽。刚刚这样好像智障哦，我刚刚本来想说 go， 平常也很像智障。你们看到的这一整片，全部都是免费的停车场。鹿竹夜市真的很棒哎！我跟你讲啦，有停车场先直接70分，而且这么大的停车场，我在70加2分。这个夜市已经从72分起跳了。它这停车场至少可以停个，我保守估计大概300台车吧。重点它还是免费停车，它真的很棒。其实我来出发之前有一点小担心，因为它是3、5、6开嘛，网络上面呢都说礼拜6是摊位数最多，人也是最多的时候。但我跟许先生今天是选择礼拜3来看，来这边吃，所以我自己现在是有点挫，我很怕摊位数很少，吃起来就不过瘾。也鹿竹人也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你们都是礼拜几来逛鹿竹夜市？开逛了，开逛了。我们那个逛夜市的基准呢，就是要先把夜市逛一圈，看一下什么盐烤胡椒鱼，先列入我的那个 checklist 里面。你不是要先逛一圈吗？盐烤胡椒鱼写在本里。我刚刚才在跟大家说，我很怕今天摊位数很少，因为他们说鹿竹夜市呢是礼拜6，人最多，然后摊位数最多。现在看起来人确实不多。还是其实刚开始而已啊，因为我看到好多摊位都还在摆而已。我们太早来是不是？对啊，我们是不是太早来？来，3杯鸡腿饭写在本里面。有排队的我都会写，我没有，我等下就是想吃我写在本里面。你的本是怎样？是手掌是不是？手掌盖起来不给看。哦，来到了主餐街了。不好意思，无忌大尾鱿鱼，也是鹿竹夜市一定要吃的。好啊，还有这一间，老公，这一间迪哥臭豆腐。那不然先吃一下，趁现在没人。好啊，我们趁没人这2间先吃。先吃个开场一下。好的。夜市的第一家，我们就决定来吃臭豆腐。这一间呢叫做迪哥臭豆腐，真的很夸张。我们5点出来，它已经排到外面来了。我们在夜市呢，只要看到排队的店，它一定是这边知名的店。一进来啊，就发现它的口味上面好像有原味、青酱跟盐酥。可是我看到臭豆腐竟然有青酱，我忍不住点嘞。青酱算是蛮特别的哦。对。后来发现，其实其他桌很多都点青酱，青酱感觉是他们的招牌。我们今天点的呢是小盒的，小份的50块，就有点类似小便当盒这样。才正要说，他们桌上有蒜头跟它的辣椒，因为青酱呢它本身不是辣的口味，你们自己可以加它桌上的辣。它刚刚一上桌的时候啊，我闻到的就是意大利面的味道，浓浓的那个9层塔青酱的味道。他们家的豆腐呢是长得像这样子。炸的像饼干一样，我觉得青酱其实还不错。我本来以为青酱会口味很重，非常的强调那个臭豆腐的味道，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青酱还好，薄薄的，有一个青酱的香味，然后我觉得还相对算清爽。虽然说我自己更喜欢辣一点的味道，它的青酱有点像是在吃意大利面，你真的有那种错觉，9层塔青酱那种意大利面的味道，但是吃下去，就是臭豆腐啊，好冲突，但是又觉得异常的和谐。可是我觉得青酱呢，对我爱吃辣的人就会稍显温和了一些。就像许先生说的，它的青酱是那种很淡雅的青酱，有点小清新。所以呢，这个时候来蒜头直接给它加下去。不好意思，辣椒麻烦帮我服务一下好吗？辣椒请帮我淋上去。好，加一点就好。好，再加这泡菜。其实我刚刚没有吃到它的泡菜，觉得它最完整的吃法就是要加辣、加蒜、加泡菜，一口吃下去，对了，对味，对了，现在很像在吃9层塔炒蛤蜊那个味道。9层塔蒜头它本身就绝配，再加上辣，原本青酱呢是温温雅雅的酥身，再加上辣椒之后，这样变猛男了，你知道吗？一口下去那个。威力极强，臭豆腐就是要加辣，各位朋友。还有蒜，蒜跟辣，蒜也很重要，是臭豆腐的3剑客。
他们家就是切的比较薄片，他们豆腐是比较薄片型的，然后本来以为会很硬，但其实你打开里面内里都还是一个嫩的豆腐的那个水嫩都还有保持住，所以在炸工方面是还不错的。可是口味上青酱，我个人是比较还好啦，虽然说不难吃，可是我最喜欢的臭豆腐就是这种口味。他们家还有一个特点，因为炸的酥，所以就算下面那么多汤汁呢，哇，没有，完全没有泡烂它，反而是那种有点浮着它中间再加水分的那种感觉。以炸工来讲，确实是蛮厉害的，真的很厉害。它的表皮是我喜欢吃的派系，而且他们家还有一个就是联盟行销，我过去结账的时候，他还送我一杯，他说他旁边那个饮料店也是他们开的，送我一杯5元折价券，送你1张5元折价券，他不是送你一杯。但是我想要喝别的。许先生带着我的无记大尾鱿鱼回来了。哎，他这样一份多少钱啊160块。160块，我觉得我们好像可以回家了，怎么那么大份？是怎样？这2个人怎么吃？我刚刚经过的时候，其实就有看到老板在捡一个很大的鱿鱼。很狂哎！不是，他洋葱不用钱，是不是？他洋葱，然后青葱、蒜，跟有仇一样在丢。我还是先来一口。我其实觉得蛮便宜的。我点芥末。我觉得这个3、4个人的家庭买一份回去看电视一边吃是非常棒的。这个不行，这个我们等一下一定要外带，不然今天入竹夜市直接 KO， 在这里结束。哎，我说认真的，这样160我觉得完全不贵。它里面的这个洋葱量啊、青葱量啊、蒜头量，吃下来你不会觉得像在吃炸物，因为它有洋葱的量那么多，很解腻。怎样？你现在这一集是都不讲话了，是不是？这一集是都不讲话，是不是？从今天开始，无记大尾鱿鱼就是我大哥，酥炸大鱿鱼到处都有。但我觉得他们家猛的地方在于它的那个辛香料，真的是没有命的在撒，它装一把。觉得他们不叉子不 OK， 你知道为什么吗？要用筷子，要用筷子，没错，你讲到重点了。可以2只这样，就是要这样子，这样才不会觉得好像拿不到那个其他的配菜一起吃。我跟你说，来逛夜市自己带筷子。他们家的吃法呢，就是要这样子，搭上满满的洋葱，再加一片。你可以不要一直搓吗？这个很难平衡呢。它这么大一盒，然后你一直给我搓。是，它的鱿鱼我觉得里面还 OK。我不敢说什么新不新鲜呐，可是他们家的 Q 度都还保持在里面。它的果粉啊不算薄，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鱿鱼都是脆的。然后再搭上洋葱，因为它的洋葱很清甜，又很多汁，所以你搭着鱿鱼一起吃啊，口感很丰富。这个外带回家应该不会软掉，因为应该不会，因为它就是没有帮你盖起来，它也盖不起来，所以从视觉上你看这个便当盒就会有一种很爽的感觉，很澎湃。这间无记大尾鱿鱼啊，听说是入竹夜市这边非常红的店。如果呢你是晚一点来这个夜市的话，基本上都要等20分钟起跳。可是他们速度蛮快，我刚刚大概等6组而已。你知道为什么吗？刚刚经过一个观众，他跟我们说，好险你们是提早来，因为呢，如果你大概7点来啊，哇，你真的要排很久。我们今天很聪明，我们今天5点出就来了，哇跳哎！30秒教你如何跟你的老公要到完美的小费。首先，打开你的冰箱，拿出蔬菜，接着夹上满满的一盘，送进你老公的书房，勇敢的伸出你的双手。老公小费，蔬菜每一样都可以退冰即食，超级方便。会吃辣的推荐这个辣个丁香花生，香辣带劲配白饭超赞。喜欢酸味的通通都买这个蒜香鸡胗，蒜味浓郁，口感 Q 弹。熏香猪脖丝，小吃摊必点小菜，大片的猪耳朵跟猪头皮吃起来超爽。蒜熏五谷凤爪，去骨的凤爪吃起来很方便 ，Q 弹又脆口，爪爪碰饼吃。辣个焦糖一口干，豆干咬下去会爆汁哦，甜甜鲜鲜忍不住一口接一口。新品的私房麻油粉干更是一点都不输外面的小菜。留言告诉我哪一样可以让你成功拿到小费。偷看一下还有什么想吃的嘞。礼拜3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中间外围的摊位都是满的，可是中间呢就有一些摊位是空的。然后中间的地方啊，都会卖一些衣服啊跟杂货，它的吃的好像都是在外围，然后里面就是比较偏游戏或者是一些民生用品。你看这里就都是空的，哎，这该不会是包喜馒头吧？啊？包喜馒头啊？包喜馒头开到这里，但没有挂那个，哎，真的包喜。对啊，是啊，我们之前在六合路拍过包喜馒头。那包喜馒头也真厉害，哇，这个是马铃薯饼，看起来蛮好吃的，要不要吃？好啊，我想吃马铃薯饼。你想吃这个啊？认真哦，我这边开玩笑的而已。我的现做马铃薯饼好了，刚刚经过的时候看到一整片的马铃薯饼，我真的是忍不住被吸引了。
而且梅梅很辛苦哎，我们刚刚看她在煎这个的时候，这个是劳力活，他们要一块一块把它剁成一块一块之后，然后再翻过来。而且梅梅刚刚被烫到，我看的是有点干呐。梅梅小心，真的小心。我们今天点呢是起司椒盐口味，它其实口味蛮多的，有点类似葱油饼啊，上面可以撒各种口味的粉。我来吃一下哈，它全部都是马铃薯刨成的丝，然后加蛋之后去煎的。看起来很好吃哦，而且它两面都煎得酥酥脆脆的。哦，咻，庆安，我的妈！哇，直接庆安好漂亮，好吃吗？这个热热吃一定好吃啊，这个不可能难吃的。我讲认真的，我觉得它很像锅巴啊，因为它已经是脆脆的。对，它吃起来很像锅巴，而且它中间完全没有调味，再加上一点蛋，下面会有一个蛋香味。可是如果没有外面这个粉啊，它基本上没有味道。那你切一小块给我吃看看。你记不记得我们在瑞丰吃过这个东西？好像有。但是呢，以口感来说，我喜欢瑞丰的味道。这间姑妈的马铃薯饼啊，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宝宝食品，没有什么味道，就是很单纯，很单纯丝而已啊。对，然后吃起来有点像锅巴，脆脆的这样。我就觉得确实，然后没有那个马铃薯绵绵的那种感觉。对，因为它吃得到，它吃起来都还是马铃薯丝。对，这个比较可惜一点。我本来期待的口感会有点像薯饼，但感觉不到薯饼。对，它吃起来比较像原型食物。这样形容大家会不会没有？但其实这样也不错啊，代表说它是真材实料，至少不会吃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我觉得如果里面加起司片，应该会更好吃哦，让它里面比较有那种像类似那种焗烤马铃薯的感觉。对，如果你本身是口味比较清淡的，你应该会蛮喜欢他们家的薯饼。好，香香的啊。我们加入了排队的行列，大家看前面排了多少人？这个真的太让我在意了。一个 L 型，一个 L 型。这间我刚刚一走进来，我本本第二行写了2次，我就写了它。它叫米庄腿裤饭跟3杯鸡腿饭，而且它的3杯鸡啊，在那边现炒。光是这件事情我就很在意。他胆敢在夜市里面现炒3杯鸡腿，我就必须吃一吃。我是比较好奇，在夜市大家在买便当是什么意思？生意很好生意超好啊，就是好到让我们很介意，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决定买一个先来吃。我们的3杯鸡腿饭，这一间真的是很神奇耶，在夜市里面，然后卖便当卖的生意超级好。他们家呢只卖2种饭，一个呢是腿裤饭，另外一个呢是3杯鸡腿饭。它的腿裤给很多，而且它的腿裤呢放上去之后还会淋一层肉燥酱汁。我如果下次有胃，我也想要吃看它的腿裤饭，看起来超好吃。那你怎么点3杯鸡腿饭呢？因为你要吃3杯鸡腿饭。谢谢。它的3杯鸡腿饭呢会放上高丽菜，因为它的蔬菜呢会放2种，一个是笋干，一个是高丽菜，然后再放1颗蛋跟3杯鸡腿。我们那个高丽菜是现炒出来的，超爽，而且它还会放精神灵魂的酸菜。这个很像台铁便当。我觉得他们家一看就是一个非常有水准的便当店，但居然隐藏在这个路竹夜市里面，很猛，真的很猛。我看都是那个刚下班的大哥来买的。1份100块，他的腿裤饭也是100块。然后我们今天呢还有加辣，因为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加辣，要不要淋酱汁，因为如果你有淋酱汁啊，它的米饭每一粒都会沾满它的3杯酱汁，比较湿一点点。他们家的味道是比较偏甜的。你知道他刚刚那个饭啊，裹满那个3杯酱汁之后啊，这是台南口味啊，甜甜的，甜甜咸咸的。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一个好吃的便当，整体来讲用料蛮实在。而且它的蔬菜很清脆，因为都是刚刚现炒的，不会像便当菜一样软软，它是脆口的。还有它的精神灵魂酸菜，咸香再带一点脆感，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下班会想要吃的便当。如果你在夜市啊很常吃不饱的话，我建议你买他们家。我觉得在路竹夜市不会吃不饱，真的吃到现在，我都觉得每一间都是主餐，饱到一个不行。像我们刚刚经过那个大熊铁板烧，其实我们也很想吃，可是每一样都是主餐，真的很难吃得下去。一定要加辣，拜托你们一定要加辣。它的3杯本身吃起来是甜甜咸咸的，你再加一点辣之后啊，哇，龙点睛。反正来夜市啊，你想要吃一个饭类的啊，我蛮推荐他们家的，好吃。棒哦，讲成语哦。很好吃耶。
烤鱼上桌了。刚刚点完餐之后啊，大概等了10分钟左右，我们的盐烤鱼就上来了。它的盐烤鱼呢是一开始就破半，然后放到盐下面都是这个生盐，上面直接去烤。中间呢还加了一大堆的蒜头，一大堆，再附上一个柠檬，所以我们刚刚就把柠檬挤下去了。它这样摊开还蛮不错的，方便食用。刚刚老板娘在放完一大把的蒜头之后啊，还撒了一大堆胡椒盐，所以它现在鱼的表面呢、全部都是胡椒盐。刚刚许先生还不小心被呛到，好好笑。好呛。安壮，安你喜欢这种破开的还是包起来的？因为我们之前在别的夜市吃的都是包起来的，就是合在里面，合在一起，然后中间加很多辛香料。我是觉得这样也不错啦，摊开直接烤也不错。哇，它上面这一区蒜头区啊，很爽，蒜过瘾。但是它蒜头是要夹着吃吧，对不对？在夜市的这种烤鱼都是台湾雕的，应该是吧？哎呦，肉好厚哦，好肥，是要搭配一下中间的蒜头区。好，但是大家要小心，因为它都会有这种细刺，给小朋友吃也要小心，好吗？出来混的怎么会不挨刀呢？吃鱼怎么可能会没有刺呢？但是这蒜头可以给我汤匙吗？我只要摆上去，然后它就掉了。你可不可以就是小小口先拍，然后先吃？我要翻白眼了。我知道，我们先一口鱼肉下去，然后再一口蒜头。是。它是蒜泥，它不是蒜头，它中间这个已经是泥状了，所以刚好跟柔软的鱼肉配在一起，很顺。你不会一直感觉好像在咬蒜头粒，不会，那口感超级柔软的。因为它那个蒜头已经跟着下去烤，所以它已经有点泥化。对。它是舌头一顶，然后就像马铃薯泥一样，整个软掉，整个摊在我的舌头上面，再加上胡椒盐。一开始我还怕老板娘撒太多，你知道那时候我还有点唰，想说，这样子不会太咸吗 ？No， 完全不会。你现在吃刚刚好，那个咸度好好吃哦，怎么办？我吃到现在，我觉得他们家的味道蛮好吃的，要吃这间要吃，好好吃。我吃到现在，我有个意见，入族的人逛完夜市，嘴巴是不是都会很臭？很臭。我刚刚吃完酥炸大鱿鱼，嘴巴已经是洋葱的那个臭味了。我觉得入族夜市有一个优点跟一个缺点，是他们的优点就是辛香料真的是毫不手软，毫不手软。缺点也是辛香料毫不手软。这2家吃完，你回去真的是不要接近你的另外一半。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如果 Airways 想要赞助我们这一集的话，刚要买这件红豆饼的时候啊，我跟许先生说怎么办？他看起来没有人呢，我有点怕怕的。许先生就说啊，没关系啊，先买啊，等下不好吃就不要拍了。好吃吗？它是这一种薄皮的，对不对？应该是薄皮的吧？刚刚看老板在做的时候，他就弄一层薄薄的粉，然后放上奶油，直接盖上去，这样是好吃的吗？还可以，还不错，还不错。可是它这样1颗多少钱呢？20块啊，以大小来说蛮大的啊。我的40哦，我的那个芋头咸蛋黄是40块，然后它的奶油是20块。哎，我先偷看一下它的奶油，它奶油是鲁马林那一种，还是像卡士达？不是卡士达，哦，是传统奶油。但是它的外皮不错，它外皮飞碟，它飞碟这边是脆的啊，就像我刚刚讲的，因为它做起来是薄片的，它是的面粉只有弄薄薄一层。它的土心环的部分是好吃的，只有土心环哦。它中间这里嘞？土心环要做到好吃很难的。什么意思啦5间红豆饼里面大概有3间的土心环是不好吃。但是取决好吃的重点不是在中间的馅吗？馅中规中矩，中规中矩，传统口味。但土心环好吃就是值得上介绍。哇，你真的好怪哦，你真是怪人。我的是芋头咸蛋黄，尬的，你有看到我咸蛋黄吗？它油渗出来了。咸蛋黄肉馅哦。咸蛋黄肉馅啦。它的芋头颜色有点像紫薯颜色，就是紫的有点奇妙。懂你的意思。它的土心环是不是不错？对，它的土心环像饼干一样，松饼烤到脆脆的那种感觉，然后里面的内馅中规中矩。你在脑中一直想说它是什么形容词，好像也说不出一个什么，它就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内馅，然后芋头
本身芋头味没有很浓，我觉得它比较像家里自己做的味道。它是芋头泥再加紫薯粉，让它变得很漂亮。但本身它的内馅不是像卡士达，因为我们最喜欢的内馅其实是卡士达内馅，它不是。里面这个咸蛋黄呢，你把它想成月饼，月饼中间那一颗，吃起来会比较干一点点。反正呢，他们家是一个中规中矩啊。可你如果想要吃不甜的红豆饼，我觉得他们家可以试试看。公厕稽查员，鹿竹夜市站成功。是干净的吗？因为夜市的厕所我很怕脏。我只能说他们的厕所是属于罗马竞技场。罗马竞技场你知道什么？我就是剑斗士，旁边完全没有阻隔，大家都在斗剑，万鸟奔腾是不是？要战便战，神经病哎！许先生要来买土豆了，被80了。我每次来夜市，我都会买这种传统的蒸土豆。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台北，好像宁夏夜市，我也是买了蒸土豆。对呀、去宁夏夜市然后买蒸土豆啦。所以代表说我这个人真的是始终如一。那我有一个问题，你真的有吃到好吃的蒸土豆吗？有啊。那不是吃起来味道都一样吗？不会啊，蒸土豆它有一些就是会弄到那个烂烂的，蒸太久，水水的，里面都水水的，那个就是放太久了。这家呢？看起来还行。香吗？真的不够绵，第一个就不够绵。哇，但是怎样？还不错啦，还可以啊。要离开夜市之前呢，我看到这一间千恒新葱花大饼，我就知道你一定记不起来，我已经帮你记住了。反正呢，我只要是看到那种中式的葱花大饼啊，我就哇走不动了。所以在离开夜市之前呢，我就买了这个葱花大饼，想说等一下可以在车上慢慢吃。然后它的口味很多哎，其实它的口味我每一种都想要吃吃看。它旁边那个起司培根看起来超好吃，下面呢还有芋头地瓜。靠，台湾人真的很会做这种淀粉类的食物。我发现鹿竹夜市的物价在夜市系列里面算是便宜的，是平价，真的是平价的，是平价。它的价格没有像有一些观光夜市就是哄抬到一个很夸张的程度。而且它这个葱花大饼呢，还可以买小份的。我自己一个人吃，所以我就买小份的。这样才50块。没啊，其实我觉得以分量来说不少呢。现在目前葱花大饼也都卖很贵，然后我选了一个比较奢华的口味，它是起司肉松，对不对？起司肉松。怎样？不好吃是不是？好吃啊！好吃哦。那个脸看起来很不好吃。不是，你刚刚咀嚼下去我就知道中了。因为葱花大饼呢，它就是扎实，它就是属于面粉控最喜欢一直咬的那种感觉。因为它肉松没有摆很多，它肉松就是那种点缀一点点咸味而已，所以你就会咬到面粉的甜，接着呢就是肉松一点点咸，两丁。还有起司吗？我是没吃到起司哎。来，回去退钱，退5块加起司的部分。奇怪。我吃到红豆的味道。红豆，对，红豆泥。我真不确定它的面团是不是有混啊，但是呢，越咀嚼之后啊，它的那个葱味出来的好吃哎。反正它现在吃起来就是咸甜的味道啊。如果你们喜欢吃咸甜味道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它这个口味。我自己蛮喜欢肉松的，好吃。我们看完鹿竹夜市了，我真的觉得大家没讲错哎，鹿竹夜市真的很猛哎。以今天吃下来啊，我觉得物价是我们吃过其他夜市里面算是相对平价，而且主食的种类真的很多。我们今天吃8家1000块有找，可能还不到500块，我觉得有啦，鱼就250了，很便宜。反正呢，你不会觉得很像在逛观光夜市，完全不会，这个就是在地人的夜市。选择种类，我们今天是礼拜3来，我觉得选择种类不少，只是听说礼拜6人会更多，摊位数也会更多，所以如果你们想要吃遍整个鹿竹夜市的话，推荐礼拜6来，好不好？好。但是想要跟我们一样悠闲的逛夜市，就礼拜3来，逛起来很舒服。那我们今天鹿竹夜市就到这里哦。如果想看我们去逛哪一个高雄夜市的话，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好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拜拜。好吃哦。